豪门正统在海天，原汁蚝肉熬出鲜。感谢鲜蚝鲜熬真材实料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。感谢柠檬也能嚼着喝，只要3口就上头的优酸乳嚼柠檬联合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重磅升级久维营养全覆盖的新一代飞鹤卓瑞奶粉赞助播出。打开微信搜索效果小程序，点击底部节目活动图标参与互动 ，call out 喜欢的演员上台咔咔。我是容祖儿，你以為我只會織棒嗎？其實我做乜都係咁迷人嘅。我是黄圣依，是上海万千女孩中终于学会说不太熟练但很上头的那个。我是姚雪曼，今天我所有的话只说给你们的左耳听。我是张美丽，今天如果有人在我的左耳说话，我就别紧张，打个招呼而已。我是张萌，以前是演员，现在是制片人和演员，未来还要做导演、制片人和演员。亲爱的，加个微信吧。我是步惊云，我的专场《母老虎》正在火热巡演中。我是步惊云，我的专场《母老虎》正在火热巡演中，火热巡演中，母老虎正在火热巡演中，火热巡演中。我是袅袅，可以结束了吗 ？No， 节目才刚刚开始，各位加油，期待各位的精彩表现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由鲜蚝鲜熬的海天蚝油冠名播出的主咖和他的朋友们，我是主持人赵阳，欢迎各位光临。我们这期呢是个中女专场，主题叫那些花朴树没有请来，就蹭人家的名字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就是2000年左右啊，就娱乐圈开始用花旦或者是花来描述那些就是有人气的女艺人，是吧？并且把她们还按照出生的那个年龄来说，有的叫85花啊，有的叫90花啊吧，是吧？那我属于70草。以花来这么比喻就是开玩笑，我愿意当个绿叶，因为再好的花也得有绿叶，而且还有一片呢，是吧？姜子浩。小叶子，小叶子，小叶子，子浩在这肯定有他的原因，一会儿再说，他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啊。今天的姐姐们呢是来自不同的领域，我们想通过她们的故事告诉大家，其实只要是有生命力，谁都可以像花一样的绽放，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精彩。我也可以吃花，就什么好笑，男人41枝花嘛，对吧？我这朵花已经开了13年了，对吧？老花也是个花啊。我们本期的花也开了很多的年头了啊，经历过盛开，见识过风雨。其实呢，我们这期还可以叫乘风破浪的姐姐们，对吧？他们确实有几位真的就上过浪姐那个节目，到底有谁来？有请姐姐们上场。
首先，让我们有请黄圣依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张萌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鸟鸟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步惊云。让我们有请饶雪漫。有请张伟丽。最后，让我们有请容祖儿。让我们再次欢迎所有的嘉宾，欢迎各位。姐姐们的出场方式是不是非常的惊艳？人生故事同样精彩。来，通过 VCR 回顾一下。本期主咖大花园，绝不跟你闹着玩。本场我们请来的5位女性嘉宾都扎根在自己的领域，以挺拔的姿态开出了坚韧的花。首先是向日葵容祖儿，她的花语是勇敢热烈，管你这那的，又要开得痛痛快快。在香港乐坛持续盛放了25年，但当初因为公司觉得她长相普通，差点连行都入不了。哎呀，也是没赶上好时候。要是放现在，随便搞个脱口秀、说唱乐队，她简直可以说是门面担当。好不容易入行后，她工作也非常拼命，几乎全年满勤，还留下了很多伤病。但正如老板们常说的，当你感觉痛时，说明你在成长。后来祖儿果然长出了翅膀，登上春晚，演唱传世名曲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，用多次蝉联最佳女歌手和82场红馆演唱会的记录，为自己铺就了一条坚实的天后之路。但这条路啊，有点太四通八达了，让她从红馆出发，一路唱到县城拼盘，甚至到了中学露天操场。以前挥动翅膀，现在扎根基层，这就是天后的格局。而且谁说歌手一定要有新歌啊？祖儿的老本太厚了，这挥着鸡翅膀的小小女孩在大雨落下后心淡，能吃一辈子。容祖儿一来到内地的节目，又开始挥她那个翅膀了。虽然没有新歌，但祖儿贡献了很多新的表情包，不愧是老一辈天后，小品功力炉火纯青，佳颖、阿令、雅维、依纯，看完在家气得直跺脚。接着是霸王花张伟丽，她的花语是坚韧英勇，小脏辫，人机库，我叫伟丽，你记住。来自河北矿区，靠着一双铁拳，一路打到亚洲首位世界综合格斗冠军，跟乔安娜留下了载入史册的对决。25年主动放弃草量级金腰带，生重至银量级，挑战8冠王蛇腹秦科，虽然不敌，谁又忍心责怪？可以说，张伟丽已经是全国拳头最硬的女性了，却碰上了嘴最硬的 bro 们，发表了传世名问：普通成年男性能不能打得过张伟丽？对此，伟丽姐表示：没有基础的人是很难的。
没想到伟丽姐不仅武艺高，情商也高，没有直接说我可以把你们打死。但当她发视频吐槽自己找对象困难之后 ，bro 们又都稳了上来，张伟丽一度私信爆炸。还是给我发私信的，哎呦妈，什么不想努力了？怎么回事，兄弟们啊？一边求打一边求偶，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你们。伟丽姐最近还出演电影，正好她不善言辞。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。电影里直接演失语女孩，一句台词没有，可能这就是人狠话不多吧。哪怕你是吴彦祖，也照打不误。我们打钱是要付费的。然后是紫藤花张谋，她的花语是锐意进取，只要你是艺人，都来演我的戏。回头我有个戏可能要找你啊。都说演员的命运常常会跟第一个角色高度相似，张萌的第一个角色是选美比赛的冠军，所以进入娱乐圈后，她主要是演美女。后来可能为了挑战自己，开始演坏坏的美女，再后来又为了挑战自己，转行做制片人，当起了坏坏的老板。我这个团队是需要狼性的，虽然对员工要求很高，3、4点钟还得给我的员工发微信，但对其他艺人那也是骚扰不断，追着杨幂要微信，能不能把你的微信号给我？跟贾玲自称姐妹，但可能正是凭着豁得出去，她参与出品的爆剧《九重紫》也捧出不少新人。最重要的是，她作为延安的老板，非常支持延安来我们节目，甚至自己也来了。作为报答，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介绍她一句槽点。不过还有一个小小的诉求，张老板，你记不记得你家还有一个艺人，好像叫谭健次吧？他什么时候能？接着是他的好朋友蔷薇花黄圣依，他的花语是自由不屈，一切阻碍都给我退。出身高知家庭，但一直处于家人的掌控之中。我可能对你的要求要高一点。最大的叛逆行为就是进入娱乐圈，刚出道就饰演功夫里的哑女芳儿，遇到了人生角色。后来饰演七仙女，遇到了董永。再后来的事儿啊，不提也罢。虽然除功夫外没留下什么代表作，但给观众留下了很多疑惑，比如在奥斯卡到底晕没晕，跟汤姆汉克斯到底合没合作，海娃到底死没死，在浪姐上到底哭没哭啊？哭了吗？你说呢？以及看博弈论到底有没有用啊？当然，现在看来还是有用的。他这不就博弈成功，结束了婚姻吗？带着孩子回到家乡上海，开启新生活。未来也期待姐姐能有更多突破。最后是爆米花饶雪漫，怎么了？谁说爆米花不是花？她的花语是甜腻抓马，别管有没有营养，你就说吃着开不开心。被称为青春疼痛文学掌门人。04年，一本小妖的金色城堡开创青藤先河之后，笔耕不辍，左耳沙漏，校服的裙摆，也不知道曼姐当年到底受了多少伤。宁愿谈一个不失恋的恋爱，能从14岁一直疼到50多，疼一阵儿是青春，疼一辈子那不是病吗？太痛了。当然，他也只是让笔下的人物疼一疼，本人活得像爽文女主，写书畅销也就算了，小说影视化后也是票房收视双丰收。对，没说口碑，因为评分确实不高。说自己选角不看重流量，但在节目上又是喜欢丁真，又是跟张萌抢着邀约丁程鑫。丁程鑫，我也看上了小丁。你这不是看得挺准吗？最近还下场做短剧，说要给观众吃点好的，但又是逮着拍过的作品反复翻拍，观众光吃冷饭了。曼姐倒是吃挺好。对了，有没有细心的观众发现这段视频的声音只有左声道，因为左耳靠近心脏。左耳靠近心脏，甜言蜜语要说给左耳听哟。哎呀，炒冷饭怎么了？我们节目都是炒冷饭炒来的，但我们节目有海天新年礼盒，好犀利噶，各种调味品有滋有味，哪怕是冷饭也能炒出花样。春节送礼送海天，有里有面，非常实用。曼姐你也试试，冷饭也能好吃到你流泪哦，真的不骗你。海天跟我是老乡来的。喂，好了没有？我要看节目了。来了。这些花儿虽已度过最初的盛开，但也结出了柔韧的铠甲。今天我们就给他们刮风，下雨。究竟他们之间会绽放出怎样的风采？尽在本期主咖和他的朋友们。哇，现在走还来得及吗？怎么样？姐姐们的人生很精彩，是吧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的样本，而且就一定会有不同的选择和答案，以及不同的槽点。既然说到槽点，我现在在VCR 的基础上，我再给大家多介绍一些啊，一个一个来。我们先说本场大姐吧，饶雪漫，青春疼痛文学的掌门人，很多中女的青春记忆，影响过很多人。今天真的我要跟大家戳破一下这个青春疼痛文学的迷思。我和雪漫是同龄人，他写的青春其实是我的青春。他写的左耳，就是我的左耳，就是这只。
我这么说完了之后，你们是不是也觉得这个疼痛文学也没那么疼吧？张萌，演员，影视公司老板，事业非常成功，年龄没写在脸上，野心写在脸上。上浪姐，逢人就说：“哎，回头找你拍戏。”我跟你说，上过浪姐的，这姐姐们都是实在人，有几个姐姐她就信。我跟你说，有几个姐姐为了等她的戏，好几年没接活，在家追剧，一看张萌出品的剧都让她自己演了。然后这些姐姐们就开始怀疑，说当时我是不是听错了？张萌是不是当时说的是回头看我拍戏？对了，听错了。下面，我敬重的一位姐姐张伟丽，亚洲首位 UFC 的世界冠军，已经成功了，但是不满足。2025年，人家跨界挑战大银幕，拍了一个电影叫《下一个台风》。电影呢是10月25号上映的，豆瓣评分6.9。然后11月15号比赛，张伟丽就输了。说明什么？差评会影响发挥。所以打败他的是舍甫琴科吗？不是。是豆瓣网友，不是 KO， 是蕊炮。黄圣依，知名演员，大家也熟悉，最出圈的角色是那谁的夫人，都知道啊，都知道。现在不是了，现在不是了，杀青了。杀青之后状态焕然一新，都去跑马拉松了。而且还学潜水证，最近还从北京搬到了他老家上海，终于回到了幸福的地方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还有一位我爱的姐姐容祖儿，是不是乐坛天后？是。是不是很久没出专辑？是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人家祖儿毫无危机感。因为早就被誉为香港乐坛最后一位天后，这句话容祖儿她听进去了，关键是新人们也听进去了，新人们都不努力了，新人们你们还是要努力，就是那种话都是媒体说的，这事儿没定死，新人们只要你们努力，祖儿可能是香港乐坛倒数第2位天后。新人们加油啊！下面还有大家熟悉的袅袅步惊云。袅袅那么优秀的编剧，大家在脱口秀节目里面老能够看到袅袅的身影，但是袅袅是第一次来这样的节目。大家都知道袅袅是一个超级哀的人，非常内向，是吧？我很期待温柔的袅袅会带来怎样的吐槽？步惊云第2次了，大家熟悉步惊云。最近步惊云在巡演，他的专场的名字叫母老虎，这名字一听就很凶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步姐是又有温柔的一面，又有凶的一面。至于今天他会对谁凶，咱等着看吧。下面一个很突兀的存在，姜子浩。姜子浩为什么在这儿？因为是祖儿点名让他来的。不用啊，不用啊，不用啊。祖儿点了谢霆锋，点了陈伟霆，对，就这些会说粤语都点了，我们请不来。最后祖儿是逼不得已说，那去年在那个节目里面蹭我的那个广东仔，他总能请来吧？开玩笑，请这个广东仔还能用请这个字吗？自费，突突来，小绿叶啊！我昨天就在这儿。我们这期大家知道，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位品牌挚友老师范志毅老师，是吧？今天有事儿来不了，所以这样，这期的品牌挚友这个光荣的称号暂时给你，好不好？姜子浩，好，你今天叫祖儿挚友。
这个称号怎么样？喜欢吧？喜欢。好，没有人征求你的意见。不人是呀。来吧，听他自己怎么说。掌声欢迎子浩。放心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子浩啊。稍安勿躁啊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公司今年要捧我了。疯了！8年了，你们知道我这8年怎么过的吗？不，你们是不知道啊。公司里面我那些编剧那好兄弟们眼红的不行了，都跟我说什么子浩，听到你上主咖的消息，哥几个打心底里难受。我说这才老大哪，再告诉兄弟们一个坏消息啊！哎，但是有那个保密协议不能说啊。反正记得看春晚啊！因为我也会看的啊。但不骗大家，不骗大家，公司真的要捧我了，不然怎么解释今天这一切啊？喂，你们看看容祖儿，他跟其他嘉宾都不搭嘎的，为什么让他来着？因为我喜欢嘛。哎呀，张绍刚，你们看看他都被骂成这个样子了，节目为什么还请他着？我罩着他嘛。本来这一场啊，我还建议说要请一些天王级别的人，才能配得上祖儿的嘛，比如说刘德华。没想到啊，公司还拒绝了，说为什么要请刘德华？难道我们就不能培养自己的刘德华吗？你要点脸，我你，伟力打他，打他，受不了了，打他！疯了！哎，朋友们啊，做好心理准备啊，以后啊，可能就是我来恭喜大家发财的了。耶一，走啊！但可能很多人会问啊，说公司为什么要捧我？你们知道我背后是谁吗？是1.2亿的广东人民。是不是这么大的市场不心动吗？对不对？我的要求也很简单啊，听好了，效果文化。2026年，我需要看到一个粤语的脱口秀节目落地。不要报警 ，over。开玩笑的啊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容祖儿的铁杆粉丝嘛，我今天其实就是为了她来的。然后节目组不是给我安了个 title 嘛，说我是什么祖儿之友，说来也心酸，我甚至都不是她的微信好友啊。哎呀，丑死怪真的。但说真的，节目组因为知道我喜欢容祖儿嘛，还专门嘱咐我说：“喂，子浩你上台不要只说祖儿啊，大家都要照顾到的。”行，没问题了啊。黄圣依老师，我答应你，咱们今天不提他，不提了。怎么样，圣依老师有被照顾到吗？张伟丽，世界冠军。超大力的啊，完全不需要我照顾的。前段时间看伟丽姐发了个照片她用那个手臂狠狠地锁住了吴彦祖。这样别的我也不好奇我就想知道
吴彦祖这个家伙在情急之下喊的是不是粤语？他对粤语还有没有感情了？结果伟丽姐跟我说，他喊的是 help。Daniel, what the help？ 啊，走你好嘢啊！伟丽姐，下次帮我 KO 他，多谢。为什么要提到吴彦祖呢？因为吴彦祖有个女儿。那么说到祖儿呢？说真的，我见到祖儿之前呢，我就没有见过这么卑微的天后了。你们知道我们刚见面的时候，她喊我叫什么吗？她喊我子浩老师啊。不是容祖儿，你这个人真是没大没小的。子浩老师是你喊的吗？以后叫我喂不就行了吗？哎，都照顾啊，都照顾到啊。说说张萌姐啊，听说张萌老师啊曾经在那个微博上艾特别人啊，要那个联系方式，这不纯纯道德绑架的吗？人家回你也不是，不回你也不是的，这个跟我在微博上艾特容祖儿有什么区别呢？跟我学的，标兵哦。这样让人家很难做的嘛。但如果体面的人会怎么做呢？那他不得跟我合影，加我微信，然后在一起吃饭啊，演唱会找我当嘉宾什么的吗？对吧，祖儿，对吧？疯了！饶雪漫老师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太认识啊。后来我上网还了解了一下，我真的对您肃然起敬，因为啊，您写过一本书，也叫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，虽然我还没看啊，但写得太好了。我宣布啊，饶雪漫以后就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了啊！谢谢。全部照顾完了啊，全部照顾完了，终于可以全情投入。一心一意说祖儿了啊！我说实话，要吐槽祖儿真的太难了，他哪有槽点的啫？同事们决定我整理出来祖儿的那些槽点呢，说什么普通话讲得烂，不这也算是槽点吗？普通话烂一点怎么了？不，张绍刚普通话够好了吧？有用吗？这么多年有得到过尊重吗？你们看。而且啊，祖儿这2年呢，去了很多一些小的城市演拼盘嘛，大家都说的，哎呀，天后下乡啦什么的。网传啊说祖儿啊，因为是公司欠债啊，所以他才拼命的演这个拼盘演唱会，替公司还钱嘛。这个我熟啊。我不也演拼盘挣钱吗？没有拼盘我都来不了这里啊，祖儿也不会来这里。感谢拼盘，让我们相遇在这里。广东的朋友跟我吐槽最多的就是说，容祖儿上了8次春晚了，然后每年上去都唱的是国语歌，说那个粤语推广不起来都怪他。你看大家听到了吗？容祖儿上过8次春晚，不，刘德华才上过6次啊！祖儿，你真棒！神经病！而且大家都说啊，说容祖儿是个工作狂啊，不，这个我确实得说你2句，真的。因为据统计啊，容祖儿有1年啊，全年365天，她工作了363天。不是，容祖儿，你这么努力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养我啊？
开玩笑的。这么辛苦干什么了，对吧？我今天话就放在这里了啊。Yes, I do 。来。来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今天大家看我这个样子呢，确实有点失态了，有点失态。我真的希望其他的姐姐们呢，也多多包涵，不要见谅，因为我真的，啊，要见谅。也希望姐妹们多多包涵，因为我真的从小就喜欢容祖儿了，她的歌陪我度过了很多艰难的夜晚。他的坚韧，他对舞台那种热爱，一直激励着我，让我这些年无论遇到多少的挫折，我都没有想过要放弃。真的，我觉得追星最高的境界就是能跟自己的偶像同台，然后听他当面吐槽我的。不过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说祖儿等一下上来会怎么吐槽我的？放心啊，祖儿的稿子呢是我写的。谢谢大家，我子浩，谢谢。没给你丢人，哥，我还。谢。离谱，好了，太好了。我一般情况下吧，一个演员表演完了之后，我会说用好笑或者是不好笑来评价。这是唯一一次我会用不要脸来评价。就是子浩，你真的特别棒，你开创了吐槽这种艺术形式里谄媚这个流派的先河。你真是了不起啊！你不用跟我比那我普通话这么好，我也爱你啦，我也爱你。你刚才说的有哪一句表现出了爱我？好缺爱哦，这个人真是。行了，不说了啊！下一位要上场的就是容祖儿。容祖儿的普通话不叫烂，就是烫嘴。她是不是很自然？是不是很可爱？是不是自带笑点？是。掌声有请认真说普通话的容祖儿。还有翻译宝剑。大家好，我是容祖儿。姜子浩刚刚的表演真的好精彩啊！可以说是粤语脱口秀第一人。3月14号，姜子浩的粤语脱口秀。姜子浩，你好 baby， 你利用我。姜子浩，你刚刚的表演呢？怎么说呢？我将保留我法律追究的权利。我从来没有对过我的粉丝这样做的，我好想扇他一个大翅膀子啊！还说祖儿挚友，我只是想说，这种挚友自有天收。你以为我讲不好吗？自有挚友，自由吧。天哪，还要炫耀一下。不说他了，还是聊点开心的。张萌姐姐啊，其实呢，我还蛮想在你的戏里唱主题曲的。你一定要找我啊，因为我会唱得很好的。烂片出神曲吗？听
说你现在去拍短剧了，我也可以帮你唱短歌的。See me fly， 这首灰就卖给你喽。伟丽，大家都说你是挥着拳头的女孩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是个容易受伤的女人。有一次我刷到你比赛的照片，鼻青脸肿的，感觉被打到阿妈都不认得了。我真的心疼你啊！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原来是乔安娜来的，但也不能怪我，因为乔安娜妈妈也没认得出来她。说到痛，最痛的不是乔安娜，是饶雪漫，青春伤痛女王。我青春的时候就没有看过这种伤痛文学，我看的都是香港的热血电影，那个是真痛了要是你来写就好了，那样铜锣湾呢就不是打打杀杀了，是卿卿我我，什么大脑啊，什么手脑啊，都是恋爱脑。跟科代表，他写最狠的事情呢，也就是两帮人约到铜锣湾，互相使用冷暴力，谁都不理谁，这不就是一群好孩子吗？你也写过一本书叫做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，但我要声明哦，我的是03年挥的，你呢05年挥。哼，选人精。选人精。不过我的翅膀都挥了20年了，你这挥了一下，你这个质量不行哦。听说你也在拍短剧了，做勇敢的女孩。这首翅膀我也卖给你吧。好开心啊，一个晚上卖了2首歌。黄圣依也是歌手，以前出过专辑了，但现在就比较少唱了。圣依，我跟你说，你也没赶上好时候。你要是现在还继续唱歌，就能跟我一起去大城市演拼盘了。说实话呢，这个年纪还有很多演出的邀约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而且给歌迷唱歌呢，我觉得多远我都愿意的，哪怕只是拼盘。你们这辈子有没有为谁拼过盘？我有。各位歌迷，我容祖儿为你们拼了。我是真的很爱工作的，听说这里有个脱口秀拼盘呢，我就连夜复习了几遍波波莫佛的特呢呢机器死就来了。但是呢，大过年的我也不白来，我祝海北天南的朋友天天开心。说到海天，春节送礼，海天礼盒，有礼有面，不可多得。怎么样？要不要 encore？ encore。哎呀，真拿你们没办法。春节送礼，海天礼盒，有礼有面，不可多得。其实啊，我的普通话已经进步了很多的了，但是刚刚张绍刚老师还嘲笑我，你们都不知道。我的普通话老师就是他介绍的，现在他有说我的普通話不好。你個肥仔啊，信唔信我兜巴星你啊？我给大家翻译一下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小胖墩儿，我想用我的手跟你的脸击个掌。
刚北漂的时候，我的普通话确实闹了不少的笑话。有一次在北京，香港的同事开车送我回家，到了社区门口登机，我本来想跟保安大叔说，我们进去下个人就走了，结果说得很像，我们进去杀个人就出来了。保安大叔也很敬业，他说你杀几个人都得登记啊，但一定出不来哦。我入行快27年了，从少女到中女，我还是不断的学习普通话，找声乐老师学习唱歌。我这个年纪就是学习的好年纪，因为无论想学什么，我的学费都交得起，学费都是自己的。这些年我确实蛮努力的，我出过38张专辑，600多首单曲，200多场个人演唱会。但观众总说我只有1手翅膀，那我就很委屈，明明我还有大鱼。我们这一行话无百日红，除了努力别无选择。最后我再宣布一个好消息，2026年我将会开启我个人巡回演唱会。歌迷们，你们只需向我迈出一步，祖儿就会向你走99步。你们不用担心我累，我有翅膀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容祖儿。不管他，不管他，不管他。辛苦晒，辛苦。寫得好好啊，寫得好好啊。姜子浩啊，过来，把这点脏东西拿走。什么破玩意儿这是？非常恭喜祖儿要开演唱会了啊！大家又可以听到挥着翅膀的女孩了。开演唱会的时候，祖儿一定要通知姜子浩啊，让他自己去抢票。好，下一个要上场的张萌这个女霸总是吧？她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动不动就发表不当言论嘛，然后就公开道歉，里面的那个内容有作为老板的迷惑发言，然后有的时候看剧追上头了 diss 角色，你说，但是每次道歉都说。我是真心的，真心换真心，所以你的不当言论也是真心的。啊，不是，脑子不好使。哎，各位，我的这个逻辑推论没问题吧？是不是？张萌一会儿再说错什么话，各位不要放在心上，他会道歉的。有请一直真心的张萌。很多身份啊，老板、演员，更主要的身份是一名制片人。但是，一般呢，我会根据一些不同的场合，会去调整自己的身份。如果遇到大演员、大流量呢，那我就是制片人张萌；如果看到大导演、大编剧，我就是演员张萌。今天我是张萌。我怎么觉得这话说出来之后，我又要道歉了呢？今天我来这个节目呀。有一些话应该也要道歉，但是我暂时还不知道是哪几句，我先倒着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以后不这么说了，我改，到时候大家挑着原谅吧。网友之前说我是说话道歉，没想到吧，我现在改了，我是道歉说话。今天的主题呀是那些花儿。我演过9重紫，那我肯定是紫藤花啊。紫藤花的花语就是一名优秀的制片人。
紫藤花的特点是生命力强，四散生长，最重要的就是擅长攀援。哎，导演，这项目您缺演员吗？哎，大秘密，咱俩加个微信吧。哎，导演，你有杨幂的微信吗？哦，没有啊，没关系，要不咱俩加一个。除了加微信啊，我还特别喜欢约别人演戏。在过去的5年里啊，我一共欠了别人100多个角色。我现在就跟个没戏用的人似的，我都没法坐飞机，我就害怕在飞机上碰到演员问我，萌姐，你欠我的角色到底什么时候还我呀？我只能逢人就说，下个月一定给，你再宽限我几天，我现在一下子真拿不出那么多，要不你靠自己吧。后来我发现呀，在这个行业里啊，这个没戏用的人到处都是，不止我一个。比如饶雪漫，说要约我们家延安，档期都给你留着了，你倒是约呀！你要再这样的话，我可要约你们家演员了。哦，还好你们家没演员，要不然咱俩这样约约相报何时了呀？其实我当制片人呢，也有一点恶趣味，我就喜欢给演员一些他们从未涉猎过的角色，比如说让张绍刚演一个好主持人，让黄圣依演一个霸道的女人，让饶雪漫演一个真正的作家。谢了，谢了，谢了。其实有的时候呀，我挺羡慕圣依的，他是一个特别洒脱的人，他从不内耗，也不焦虑。我记得当时呢，我们在录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的时候啊，他一到晚上他就说：“亲爱的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太累了。我跟你说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身体吃不消的，我快要猝死了。不行，我得回家了。”然后他就打个车回家了。别人还在乘风破浪，他已经乘出租车了。从那以后，只要黄圣依录节目，节目组都开始收手机。表面说是防剧透，我开始防圣依了。容祖儿、周颖，很拼的天后啊！最近的演唱会去了很多地方，上得了红磡，下得了县城。下一步你该不会要到没有人的地方去演出了吧？应该不会。感觉只有他想不到的，没有他去不了的。我觉得跟着贝尔去冒险，不如跟着祖儿去演出。周易啊，真的任劳任怨呐，什么演出都能接呀，随时在线呐。他不仅是天后，他还是全天候座。张伟丽最近出演了电影，在下一个台风里面饰演一名哑女，手语打得可用力了，也算是动作戏了。伟丽啊，欢迎你来演我的短剧，就给你拍个挥着拳头的女孩。挥着拳头的女孩，主题曲就用周易的歌，歌词咱也改改，什么生命已经打开，生命直接开打，我要各种精彩。Believe me, I can fly.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. 步惊云啊，在这儿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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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这道歉能用得上了吗？步惊云，你攻击性很强，我喜欢，我也攻击性强。该不会你也是个老板吧？猜对了，咱俩这么像，建议你提前学道歉吧，迟早用得上。其实呢，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攻击性强的。刚做制片人的时候呢，剧组里没人听我说话，我提几句意见，就有人说我，你个小丫头骗子，懂什么骗子？甚至有人呢会直接退群，不加微信就真联系不上了。所以我加微信的功夫啊，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。
但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啊，我已经不害怕有人离开了。有一次拍戏跟导演有分歧，吵了起来，他居然说了跟在酒桌上打圈一样的话。他说：“咱俩今天必须走一个。”我说：“要走你走，反正我不走。”他说：“凭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因为这是我的桌，我定的桌。”谢谢大家，我是张萌。最后收尾的时候真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呀盯上了这个桌啊。这是我的桌，张萌啊。道歉方面人真专业，是吧？而且除了在这儿道歉，放心，节目播出的时候，我觉得在微博上他能再送大家几个免费的道歉。张萌做好准备，好吧？看一看你这次的真心有多大的劲儿。老板，春节送礼项目全面受阻，送零食礼包，最后送回到自己；送保健品，一口没吃到过期，预算燃烧了，感情还没到位。停，是时候拿出秘密武器了！海天礼包，送贵宾大师联名彰显品味，送朋友潮流时尚有滋有味，送长辈健康美味心意到位。春节送礼送海天，有底有面有年味。下一位要上场的，掌声欢迎风风火火的步惊云。大家好，我是步惊云。今天主题那些花儿，怎么综艺老爱把女人比作花呀？纯刻板比喻哈，还不如人家那个早期的电视剧先锋呢，人家就叫篱笆、女人和狗。其实咱今天这个阵容也可以叫篱笆、女人和狗。我是篱笆，他是狗。你们也太聪明了，我还没讲呢。篱笆张老师不用说了，守着我们的节目。女人你看都是女人，狗吗？我连篱笆都不会了。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当然不是说姜子浩了，因为子浩这期是抱着左儿大腿来的，他不算花，也不是狗，他是藤壶。子浩，藤壶你知道是啥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自己查去吧啊！又没文化的狗。之前有朋友说我和张伟丽长得像，我第一反应像吗？后来知道他是格斗运动员，我说有点像。再后来知道他是亚洲首位 UFC 冠军，我说太像。越看他的荣誉，觉得我俩越像。最像的时候就是伟丽打完鼻青脸肿，举起金腰带，简直跟我打完超声炮的时候一模一样啊！但我最多也就是表面像啊。伟丽的工作我真干不了一点，她每天往死里练，上了台可能还要被打，打完回家上个网还得被骂，伤没养好又开始准备下一顿打。有一次我看他的纪录片，说他备战的时候可乐都不喝。我当时就在喝可乐，还是躲着我女儿喝的。要是备战脱口秀比赛不让喝可乐，我可能会给对手稿子上倒可乐，边倒边说看你还可乐不可乐。张伟丽有一句话很对，永远不输的办法就是别上台。但姜子浩证明了另一个真理，一直上台也能一直输。张伟丽还带动了很多女孩去练力量，太好了。你说我青春期要是有她就好了，可惜我青春期只有饶雪漫。饶雪漫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什么左耳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，甜言蜜语要说给左耳听，心脏是供氧的，大脑才是接收信息的。这种知识漏洞我当年都没发现。
因为老师讲课我是左耳朵不进右耳朵不出，知识根本到不了我的大脑，脑子都被疼痛文学占满了，考试的时候全靠蒙。3长1短选最短，3短1长选最长。对啊，算了，无所谓，做错了是青春，做对了是爱情。饶雪漫的书中总结起来就是：男生得打架，女生得受伤，考前咬牙，最后上清华。你放过我吧，我以为只要我的青春够痛就能上名校，结果还要上分数线，我白疼了。我那个时候上课天天在桌子底下偷看饶雪漫的书呢，边看边哭。饶雪漫，你让我哭，饶雪漫你让我哭，饶雪漫你让我哭，嘟嘟爸爸 sorry 串台了哈。疼痛文学就这样，看多了你神经兮兮的哈。如果时光能倒流，我一定带张伟丽穿越回去，让他梆梆给我2拳，边打边说：左耳听老师讲，右耳也听老师讲。伟丽，你要是因为咱俩太像下不去手，你就去打饶雪漫。反正你要么打我，要么打饶雪漫。最好打饶雪漫啊，我怕痛，但他擅长疼痛啊。受饶雪漫影响的肯定不止我一个，我猜黄圣依也一样。当初那个男人啊，可能就在他左耳边说了一句他都没听清说啥都沦陷了，还在那美呢。哎呀，甜言蜜语说给左耳听了。饶雪漫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陪伴型作者，除了疼痛，他写的人物也很有个性，敢于追求自我，也不妥协于外界标签。这一点啊，我想我是受到鼓舞的。再说了，没有饶雪漫的左耳，我就会认真学习吗？也不一定，我会去看《小时代》。年轻的时候，前脚看完饶雪漫的小说，后脚就跟几个龟龟 AA 去唱歌，唱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。听说容祖儿把这首歌从香港红馆唱到县城商演，这饶雪漫给我们制造眼泪，容祖儿拿翅膀扇干眼泪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眼泪回收产业链。你俩这套挣钱的组合拳啊，打得比张伟丽还漂亮。今天还有个带翅膀的袅袅，袅袅天天在幕后帮我们改稿呢，毛都被我们薅秃了。你们小心点，他现在不是袅袅，是秃鹫。张萌姐，听说她对员工挺严格，半夜3点发微信，早上7点没回就问为什么不回啊？我觉得你别老演渣女了，演霸道女总裁，真实还原不讲理就行啊！你就掐着员工的脖子，用气泡音问：男人，晚上你都敢睡觉，白天你指不定敢上班了，中午不会还要吃饭吧？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在养生。其实啊，也有人说过我啊霸道凶啊，但都无所谓了。我最近脱口秀专场就叫母老虎，我告诉我女儿的时候，她第一反应是哇，好酷呀！你看，她没被规训污染过，她觉得母老虎就是一只雌性的森林之王。我在这儿也很想告诉我的女儿，女人啊啥样都行，你可以是铿锵玫瑰，也可以是森林之王，还可以是秃鹫，但是你绝对不能当藤壶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步惊云。姜子豪看到了吗？很多人因为你蹭着祖儿来上节目是不满意的，心里面是有火的啊。这期的姐姐们人生经历都好全面，我得多吸收吸收，给我的素材库升级升级。你刚是不是说了全面和升级？对呀，我是觉得没错，我给宝宝喝的奶粉是全新升级、营养全面又好吸收的飞鹤卓瑞，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。你看，看我娃长得多好，看着就很活泼可爱。育娃这方面还是你全面。你还记啥呢？
我也吸收，方方面面都升级，学会了都是自己的。下一位要上场的黄圣依。黄圣依上了很多的真人秀，跟这个家人上，这个家人被骂；跟那个家人上，那个家人被骂，就喜欢从别人身上找问题。大家发现今天一个人来的，说明什么？问题都解决了。有请没有问题的黄圣依。谢谢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圣依。问题都解决了，所以我最近比较空。最近没有上什么综艺，因为我的生活非常的平静 ，peace and peace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花儿。其实我觉得我从出道开始啊，跟这个花儿还真的挺有关系的，有很多花的标签，什么四小花旦。玫瑰花、校花、花瓶，感觉好像一个人还挺完整的，有花还有瓶。但我觉得其实更贴近我内心的植物不是花，是竹子，因为竹子是空心的，很多事情不往心里去。更主要的是啊，竹子它不是一瞬间的绽放，它是一种长期的坚持，一节一节的成长。当然，在大家看来，我是一个节目一个节目的成长。有的节目效果还特别明显，一节更比6节强。有的时候我也会在网上看一些自己的 cut， 那些片段啊，别说你们了，我自己看了都很想吐槽自己。我才发现，我可以受委屈，但我真是见不得自己受委屈啊！我这是边看边吐槽。哎呀，你怎么又不说话了？你是哑巴吗？哦，我看的是功夫啊。赶紧把视频关了啊！有那个功夫，我还不如看博弈论呢。我现在决定了，我以后要演律师、演医生、演心理学家，就是那种话很多的角色。我发现啊，不说话是真不行啊！这屏幕上我不说话，弹幕上都是圣依，你是不是被绑架了？以前我觉得不说话很有气质，没想到大家以为我是人质，难怪后面的弹幕都是姐姐快跑。我呢特别羡慕容祖儿，她不仅爱说话，还爱乱说话。他说话跟乱码似的。阿娇结婚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嫁出去的水泼出去的女。”别人是已读乱回，他是已回，我们乱读。容祖儿爱说错话，但是她不道歉，不像张萌，一说错话就道歉。张萌，你还是普通话太好了。我俩关系特别好啊，但是他也真的是特别忙，经常约都约不到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按摩，1个小时的时间，他接了5、6个电话，一会儿是处理演员的工作，一会儿是处理制片人的工作，一会儿还要处理孩子的问题。我觉得他真的好厉害啊，同时可以兼顾这么多的身份，而且还能处理得游刃有余。我觉得他应该有6部手机。张萌特别爱交朋友，他说他戏多哦，他确实戏是多。他还喜欢到处邀演员，我听说啊，他特别喜欢边邀边砍价，跟别人谈戏那真的是侃侃而谈。别人拍戏那是杀青，他是杀熟，而且还邀得特别的热情。这个杀手不太冷啊。不是我，姚铁曼。刚才萌姐说要找我拍戏，哎，我的价格不用你开口了，我自己把价格砍下来。平时你为姐妹2肋插刀，姐妹也可以为你砍自己2刀。好，
饶雪漫老师，他说甜言蜜语要用左耳听，麻烦你把右耳凑过来，我想说点不好听的。有些人评价雪漫老师的作品剧情重复、情节夸张、逻辑简单。雪漫老师一听，我可以拍短剧啊，自带3大优势。张伟丽，她在电影《下一个台风》里饰演了哑女，咱俩撞型了。听说张伟丽啊，她特别期待爱情和婚姻。网上就有不少人劝他不要老想着结婚的事儿，说婚姻啊是爱情的牢笼。我觉得太小看他了，张伟丽的舒适区就是8角笼。我就奇怪了，张伟丽一拳500斤还不能打破大家的刻板印象吗？张伟丽的技术是非常的全面，他每天都练拳击，累了呢就会练柔术、空手道、摔跤，休息的时间还会跑去练跑步。我真的特别佩服这样的运动员身上的这种精神啊！明明已经拿了很多冠军了，但每天还在突破自己，持续升级，就像新一代的飞鹤卓瑞。重磅升级，久违云养，全覆盖够全面，妈妈才够有底气。我很喜欢一句话：未出土时先有节，到凌云处人须新。大家的建议我都会虚心接受。花瓶易碎，竹子会裂，但竹子裂了，砍掉裂的那一节，节后就是重生。顺便预告一下，我和饶雪漫老师合作的短剧节后上映。竹子有自己的生长节奏，前4年呢，它只长3厘米，随后就会快速的生长。我也是，现在我已经用漫长的时间找到了自己要扎根的方向，接下来我就会自由的肆意生长，主要是自由。Peace and freedom， 谢谢大家，我是黄晨依。感谢黄圣依的表演。刚才他是不是预告了一下他和饶雪漫的那个合作那个短剧要上了？那我也给铺垫铺垫。饶雪漫她的影视作品仅有1部豆瓣评分超过6.0，现在转行拍短剧啊，用电影的手法来制作，说想让观众吃点好的。还凹这话你们就凹吗？谁听了能信？好比一个饭店，现炒的顾客都说难吃，他们要整改，他们的招是啊，保留原来的厨师团队，改做预制菜，认为这样顾客就会觉得好吃。但是我们要特意说一下，刚才所有的发言不代表短剧和预制菜，短剧和预制菜都是不错的。掌声欢迎文学厨师饶雪漫。大家好，我是饶雪漫。从14岁写作到今天，我收获了不少稀奇古怪的外号：文字女巫、文坛后妈、壮壮妈。青春疼痛文学教母。光听这些外号就知道我越来越老了。别再跟我说什么青春期了，我都更年期了，也不要再催我更文了，忙着更年呢。听说步惊云和袅袅在一档播客里说，小时候是因为看了我的书，所以脑子给看坏了。确实很明显。我影响力有这么大吗？但是我真的很困惑，你们2个都是看我的书，怎么一个性格这么内向，一个性格这么外向？你们2个是不是有一个没看懂啊？
步惊云，你别再骗我了，你肯定不是看我的书长大的。我刚刚听你说脱口秀，我觉得你是看《水浒》，要不然你看的就是风云雄霸天下。还说因为看了我的书就没有考上好的大学，那怎么人家袅袅就考上北大了？该不会袅袅除了看我的书，还看了一些课内书吧？黄圣依说他接下来想演医生、律师、心理学家，感觉这是他过去生活里比较需要的3个角色。挺好的，真的，人都是会变的嘛。他说他现在自己很有主见，我也感觉他真的很有主见。他说自己像竹子，一节一节的成长。我觉得非常的贴切，因为在我们观众看来，也是一个节节一个节节的在成长。黄圣依啊，是一个情绪特别稳定的人，好像大家都没有看过他翻脸的样子吧？有没有可能，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翻脸了，但是没人发现？毕竟他那张脸怎么翻都好看。黄圣依，如果你不好意思翻脸，你可以来当我的书模，我把你的脸放在我的书的封面，让读者帮你翻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张萌不只是演员，还是制片人，不管上什么节目，他都会跟演员说：“哎，那谁，你回头我找你演戏啊。”很明显，这个人的优点仗义，缺点不喜欢回头。我确实也喜欢到处找人拍戏，但我邀的都来了，除了你们家延安。都怪你，每次我去邀请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没有档期。你看，你把人家捧红了，把人家档期也给捧没了。但是我就觉得，你不是老板吗？怎么这事儿你都不知道啊？是不是因为延安太红了，工作都不愿意跟你汇报了？张文公司还挺尊重编剧的，他们有一句 slogan 叫做“与编剧谈一场天长地久的恋爱”，感觉他们对编剧充满了真心。怎么，是不想给钱吗？我觉得跟编剧谈恋爱不要用真心，要用高薪。天长地久就算了吧，作为编剧我就想问了，能不能谈一场高薪日结的恋爱？容祖儿这么多年一直没什么变化，一直都是那个懵懂的女孩。祖儿啊，20多年了，咱普通话也可以懂一点了。普通话要好，也要经常练口部操。来，跟我一起念：优酸乳嚼柠檬，可以嚼的柠檬，嚼1口酸爽，嚼2口有料，嚼3口上头。别当主咖，当主嚼。爱嚼的女孩，运气都不会太差。祖儿，现在敢嚼怎么样？我有一本书跟祖儿的歌同名，也叫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，很羡慕你啊，因为你这首歌呢，孩子们可以在父母面前光明正大的听，但是我的书，孩子们只能躲起来偷偷的看。我这个应该属于隐形的翅膀，还好，隐形的翅膀也挺火的。张伟丽，以前我觉得没有人比我书里的主角更惨了，不是罕见病，就是罕见的车祸。直到我看到了张伟丽，每次看他打比赛，我都觉得这也太狠了。我的书只是毁3观，他是毁5观了。如果他的对手比赛之前不巧看了我的书，那就是毁完3观再毁5观，全毁了。今天的主题是那些花儿，我不希望我们是花儿，花期太短了，我们都要努力活得久一点。我希望我们是树，盘根错节的参天大树。
既然大家都说我是青春疼痛教母，最后我就要送给每人一句疼痛寄语。张萌，他们只看到了你脸上的野心，却没有看到你从不向上的掌心。黄圣依，别人可以以为你是柔弱的小白花，但还好你自己没忘记，你是踏云而来的七仙女。张伟烈，你不是不怕疼，而是你知道有些疼躲开了就是一辈子。哎，别以为姐只会这种风格啊！张伟烈，我希望你看我的书看哭一次，假哭也行，这样热搜就会是让张伟丽痛哭的女人居然是她。容祖儿，恭喜发财。反正说多了你也听不懂。步惊云、袅袅、姜子浩，拜拜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左耳其实听得见的饶雪漫。讲的是非常好了，但是连姜子浩都配得上一个拜拜，怎么我这儿一点动静没有你就提都不提，就这么无视吗？我跟你说，饶雪漫这个操作，你知道会让我突然有些疼痛。